2025年9月底，荷兰突然以所谓国家安全及技术外露名义强夺安氏半导体 Nexperia 的控制权。中国随后被迫做出反应，即禁止安氏半导体芯片出口到中国以外地区。欧洲汽车业随即面临断供及停产风险。荷兰政府可能认为安氏半导体是荷兰公司，它的芯片厂就在荷兰。可事实并非如此，安氏半导体最大的工厂不在荷兰，而在中国东莞。虽然在德国汉堡也有工厂，但只是个加工环节，其产品要运到中国东莞进行最终封装。荷兰控制的安氏半导体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欧洲汽车业得仰赖中国文泰科技掌握的安氏半导体东莞工厂的供货。荷兰这种撕毁契约、公开抢劫的海盗行为，不可能不遭到反噬。实际上，荷兰人开了个恶劣先例，投资者对欧洲的信心丧失。荷兰现在左右不是人，眼看着欧美汽车企业纷纷反对，自己又落不下那个面子，于是想和中方谈谈。但荷兰还在狡辩，不是美国让我干的。可是朋友们，这只是此地无银300两。德国媒体都报道了，美国几个月前就向荷兰施压，荷兰当了美国马前卒，但又不敢承认。由此可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影响力依然空前强大。美国使个眼色，有些国家就心领神会，乐意去当马前卒，荷兰就是其中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德媒貌似不是特别想强调是荷兰在公开抢劫这家中国公司，而错误让德国人们认为是中国公司不愿意给欧洲汽车企业供货。这是否是另一种颠倒黑白呢？我们自己知道了来龙去脉。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一门户网站 Telepolis.de 对此事的报道。安氏半导体夺权案，欧洲汽车产业居然承压。这家芯片制造商的荷兰夺权案波及宝马和大众，奔驰汽车也正担忧地关注着局势。荷兰政府于2025年9月底接管了中国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实施了欧洲科技领域最为严厉的国家干预措施之一。此项措施直至10月12日才公之于众。如今对德国汽车工业的初步影响已经显现。宝马周四向路透社证实，其部分供应商网络已受到影响。宝马就安氏半导体被接管事件报告供应商问题。一位宝马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我们部分供应商网络已受影响。该公司正与供应商保持密切联络，并持续评估局势。不过，宝马工厂的生产仍按计划继续进行。大众汽车也对事态发展作出回应。该集团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安氏半导体虽非直接供应商，但其部分产品被用于汽车零部件。该发言人称，目前我们的生产尚未受到影响。为及早识别潜在风险，大众正与所有相关利益方保持密切沟通。梅赛德斯奔驰则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与相关利益方保持联系。据报道，其发言人拒绝透露具体细节。美国要求解雇中国籍安氏半导体首席执行官。根据周二公布并经彭博社分析的法院判决文件，荷兰政府对安氏半导体的接管是在华盛顿方面施加巨大压力后实施的。美国官员在6月的一次会晤中告知荷兰政府，若要获得美国实体清单豁免资格，几乎可以肯定必须更换中方首席执行官。美方的担忧在于，安氏半导体无法独立于其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运营。荷兰经济部援引了物资可用性法，一项冷战时期罕见启用的紧急状态法。据 Telepolis 报道，荷兰政府表示，该决定旨在防止在紧急情况下无法继续获取安氏半导体生产的商品。法院剥夺中国总经理职权。10月1日，3名拥有荷兰和德国国籍的安氏半导体高管向阿姆斯特丹企业法院提交紧急申请，随后法院立即暂停了中国总经理张学正的职权。张学正被暂停担任安氏半导体总经理及其控股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职务。10月7日，法院指定任命一名独立的非中国籍董事。
安氏半导体周二表示，已任命新的临时首席执行官。法院判决中还指出，安氏半导体存在严重管理失误。彭博社报道称，张学正允许该公司今年向名为 WSS 的中国企业下达价值高达 1.3 亿美元的不必要订单，所采购的大部分晶圆未被投入加工，而是库存积压直至淘汰。安氏半导体芯片对欧洲汽车工业不可或缺。据路透社报道，安氏半导体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芯片如晶体管制造商之一。这些芯片虽不算最先进，但应用广泛，是汽车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安氏半导体最大的生产基地基于汉堡，然而大部分芯片在中国进行最后封装，被组装成更大规模的产品。文泰科技在2024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所谓实体清单，这是一份贸易黑名单。上月，特朗普政府将相关规则扩展至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安氏半导体目前面临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的出口限制，正寻求对话。中国在荷兰政府采取行动后，对安氏半导体实施了出口管制。据报道，中国欧盟商会在 X 平台上发表的声明中称，荷兰当局上演了一出现代经济强盗行径。欧盟计划强制要求中国投资者进行技术转让。据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同步考虑强制要求中国企业若想在当地开展业务，必须向欧洲企业转让技术。这些措施将适用于寻求进入汽车、电池等重要数字级制造市场的企业。欧洲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周二在欧盟贸易部长会议后表示，我们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前提是这些必须是真正的投资。这意味着必须在欧洲创造就业岗位，在欧洲实现增值，并向欧洲转让技术。虽然这些预计将于11月生效的规定从技术层面适用于所有非欧盟企业，但熟悉计划的人士表示，其目的是防止中国的产能压倒欧洲工业。好的，朋友们，该报道就那么多。接着咱们看看这家媒体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特朗普对欧盟汽车产业的阴险攻击，15%的欧盟汽车关税还不够，所以先是要求撤换安氏半导体中国籍 CEO。荷兰当然对美国这个帝国唯命是从。最晚2到3周后，大众和宝马等装配线就要停工了。也许特朗普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么蠢。继续往下，这是一篇容易引起误解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令人费解，很可能因为作者至少没有正确理解其中的一些关联。人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封装，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当它完全依赖于中国母公司时意味着什么。本可以稍微回顾下历史，解释安氏半导体最初是从荷兰恩智浦公司分拆出来的。基本上8年前，恩惠普将一家生产最小、最不重要，可能也是利润最低的电子元件的工厂分拆并出售了。几经周折，这家公司最终落入了中国人手中。现在的情况是，在西方生产这类小型不重要电子元件的工厂已经不那么多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战略利益开始介入。再往下，强盗贵族，欧盟正同步考虑强制要求中国企业若想在当地开展业务，必须向欧洲企业转让技术。在殖民国家，这被称为颠倒过来的知识产权盗窃。我还能说什么呢？下一则，封装不等于包装。据我所知，文章中所谓的封装是指将硅芯片放入塑料外壳的封装过程，包括固定引脚等步骤。这意味着荷兰只生产晶圆，然后运往中国进行封装，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继续往下，这位新的中国老总刚做的事就被撤职。他研判全球局势，在中国实施出口禁令前，提前采购特殊晶圆，结果却因库存管理不善被解职。毕竟中国人是恶棍，而用于粗线制成厚膜的晶圆保质期就像新鲜番茄一样短暂。现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还会继续负责封装业务吗？我对此深表怀疑。再往下，发展中国家，这真是太美好了。
德国居然还向那个威权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中国将要接管全球经济主导权是必然的，适者生存，而我们正在自取灭亡，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下一则，这就是奥格斯堡木偶剧场，木偶大使是唐纳德·特朗普。至少这些欧盟傀儡们对自己不断为美国利益扮演马戏熊角色感到难堪，于是只能拿紧急状态来充当官方理由。下一则，美国要求解雇中国籍安氏半导体首席执行官，然后他们就真的执行了？这些后果各方肯定都心知肚明吗？欧洲难道已经无法抵抗美国这类要求了吗？咱们看跟贴，安氏半导体首席执行官损害企业利益，后果就是安氏半导体即将破产，所有员工都将面临失业，更何况这还给荷兰以及欧洲带来了战略损失。难道你真的觉得这是对安氏半导体、荷兰、欧洲能有什么好结果吗？下一则，那我们还是定个更现实的目标吧，别指望欧洲这些美国附庸会停止听从美国，不如设计一面新的欧盟旗帜，直接把旧欧盟旗帜嵌到新条旗的新兴区域。继续往下，转让技术，报道中说，这意味着必须在欧洲创造就业岗位，在欧洲实现增值，并向欧洲转让技术。然后这位网民评论道，真是讽刺呀，这些自诩优越的西欧人，当然是除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如今竟要强迫所谓低档的中国人进行技术转让，否则欧洲人就会被甩在后面。咱们看跟贴，是的，以往情况恰恰相反，西方企业曾被吸引到中国，甚至他们主动踊跃地前往中国，因为那边的成本几乎为零。对于知识转移，当时人们只是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接受的。再往下，发生了什么事？我还没完全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安氏半导体在荷兰控制下会继续在荷兰生产吗？那汽车行业的瓶颈在哪里？还是说问题在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现在无法送达安氏半导体，导致短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宝马等公司缺货？不过美国能如此隐秘地干预复杂的供应链，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好的，朋友们，刚才咱们看了德国媒体的报道及网民评论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10月21日的后续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在沃斯堡总厂停止并实施短时工作制。据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削减沃斯夫堡总厂的生产，包括高尔夫和途观车型。此举显然还包括为数千名员工准备缩短工时。据德国图片报报道，由于安氏半导体的计算机芯片供应中断，大众汽车拟暂停沃斯夫堡总厂的生产。该报周二援引行业内部人士称，受影响的车型包括高尔夫，但该汽车制造商在回应询问时强调，高尔夫和途观的停产原已规划，与安氏半导体事件无关。与此同时，图片报称，企业代表已联系劳工局，拟为部分员工申请短时工作制，生产材料可能下周就会耗尽。预计初期将有数千名员工受到影响，后续或扩大至数万名员工实施短时工作制。该报指出，具体规模完全取决于危机缓解速度。此前，荷兰政府已接管安氏半导体控制权，以防止关键技术转移至其中资母公司文泰科技，而中国政府则早前限制了安氏半导体部分芯片元件的出口。这些半导体主要在欧洲生产，但封装测试环节需运往中国。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随即发出警告，称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库存仅能维持数周。大众汽车当时澄清安氏半导体并非其直接供应商，但承认其芯片被集成在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中。安氏半导体是全球基础半导体元件、二极管和晶体管最大供应商，同时研发电池管理现代芯片。其母公司文泰科技因涉嫌国家安全风险，
自2024年起被列入美国政府的贸易黑名单。好的，朋友们，咱们看看网民评论，因为评论比较多，我们按关注度来翻译。第一条评论：试想下，若全面转向电动汽车生产，我们将完全受制于中国，彻底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因为中国实际上垄断了汽车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稀土资源。只有燃油车才能确保我们免受这个靠伪造二氧化碳数据运作的一党专政的摆布。我们绝不能放弃燃油车，尤其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好，接下来呢，这些评论都与德国内政有关，我们跳过就不翻译了。我们再往下，去工业化进展的可真顺利。倒要看看谁还敢说德国什么事都办不成。咱们看跟贴，哪来的去工业化？中国人还没大规模进入我们的市场，而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消费者也更倾向于购买更优质的中国国产品牌。这听起来更像是我们自身造成的问题。如果汽车需求量下降，本就应该坚决削减过剩产能。继续往下，这种情况早有预兆。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高科技国家，我们早该采取对策了。本来可以的，可是现实是我们把精力都花在什么社会多元化、性别平等、觉醒文化政治和空谈宽容上，连公民津贴这种词都要争论不休，却不见实际成效。德国真是太棒了。再往下，我们不需要经济，只要我们还能捍卫我们的民主，直到某天醒来发现地球并没有变成火球，而那些资助政治界气候危言耸听者、激进科研和 NGO 的人早已赢麻了。他们在安乐窝里看着德国陷入内战般的资源争夺战。发现刚才前面大部分评论都倾向于批评德国政治，与夺权安氏半导体这件事无关。好了，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国际网民对此事的评论吧。我发现有个订阅量超过100万的博主做着这期节目，其标题为中国安氏半导体无视荷兰总部，欧洲强行接管中资企业给欧盟带来灾难。目前该视频已有超过900条评论，咱们来看看几条。第一条，海盗终究是海盗，如今他们不过换上了西装领带，但掠夺的本性从未改变。继续往下，切勿在西方国家投资。再往下，第一，中国是在该公司破产时收购的，如今在中方新管理下已实现盈利。第二，荷兰政府至少应该出资收购，而非强行接管。再往下，安氏半导体荷兰新老板解雇了所有在荷中国员工，真是他妈的种族主义。下一则，安氏半导体原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文泰科技收购后获得中国银行低息贷款，经过8年经营，已成为全球第3大车用芯片制造商，利润丰厚。如今荷兰政府竟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接管，得了吧，什么国家安全，纯粹是借口。继续往下，如果我理解有误，请指正。但荷兰此举甚至算不上国有化，而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并非按市场价收购企业，而是直接剥夺了所有者的控制权。最讽刺的是，这家企业的中国业务部门直接对欧洲总部甩了句滚蛋。哈哈哈哈！中国加油！我声明我本人是欧洲人，正在学中文。再往下，最糟糕的是，这家荷兰公司当初濒临破产，是中国收购后才扭亏为盈的。如今荷兰竟直接强占该企业，并把所有者踢出局，真他妈不要脸！再往下，中国人早在2018年、2019年收购了这家荷兰公司，资助其扩张和研发，并成功整合全球制造业务，达到今日规模。当供应链毫无中断迹象，且企业健康发展时，愚蠢的荷兰政府凭什么用50年前的法律条款强占该企业？
荷兰正完美诠释为何西方国家不可信，以及中国为何要对这些国家实施稀土制裁。下一则，就像美国指使希腊在公海抢夺伊朗石油，而后伊朗展开反击，如同美国要求加拿大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好比美国促使英国在零指控情况下监控朱利安·阿桑奇等等等等，正如他们与德国合谋炸毁北溪管道，却反诬俄罗斯炸毁自家管道，这些国家分明就是美国的走狗。继续往下，说实话，这简直荒谬至极呀！荷兰既得罪了中国，又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自己暴露在中国对阿斯麦断供关键稀土元件的风险之下。德国知识点评：对，中国早就该断供阿斯麦了，你不卖给我，高端光刻机在先，对不对？我为何就不能断供你稀土呢？再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比亚迪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建厂会非常危险。德国知识点评：其实没必要那么担心，因为比亚迪的核心技术肯定掌握在中国，而且它的这个产业链也掌握在中国手中。西方国家想抢，也只能抢一个工厂及生产的流水线而已，那个其实没有多少钱。下一则，我不同意，全球化并未崩塌，只是西方正在将自己与所有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再往下，讽刺的是，美国和西方一边指责中国是共产主义，一边却肆意没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资产，且不予补偿。再往下，欧盟怎么会蠢到这种地步呢？这太荒唐了吧！下一则，掠夺诚信者终难改本性，西方殖民集团正在重新抬头，亚洲、非洲乃至所有非西方世界务必谨慎呀！别天真的以为这仅针对中国，不，下一个目标就是你。翻开西方残酷殖民的历史篇章，你就会认清这群人的真面目。他们的现代文明正是通过掠夺、抢劫和奴役事件构筑而成。历史从不说谎，若不警惕，历史必将重演。再往下，中国有句古话，枪打出头鸟，荷兰正是这样一只鸟。继续往下，一家中国企业在安氏半导体面临破产时，花费约33亿欧元收购了其100%的股份。当中企让安氏半导体实现盈利后，部分荷兰员工竟与政府合谋实施抢劫，还声称自己才是企业主人，荒谬至极呀！再往下，所以荷兰这就是明抢了，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去哪儿了？这当然是典型的美式双标。试想，如果是中国这样强行没收西方资产，西方官媒怕是要集体癫狂。这充分说明，连西方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向世界兜售的那套鬼话：自由市场、尊重知识产权、公平竞争、国际法、国家主权。西方从不真正信奉这些，除非地缘政治需要，或是试图粉饰道德优越感。但中国还能对欧洲期待什么？窃贼终究是窃贼，我们非洲人可太了解欧洲的掠夺史了。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海盗行径是刻在他们基因里的，就算穿上西装也不会改变什么，这叫返祖现象。朋友们，这些评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谴责荷兰及西方国家的，都在力挺中国。我相信这是全球广大人民的心声，与西方媒体里那些人评论的画风完全不一样。可见西方人越来越不得人心，简直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通过这次海上马车夫，也称荷兰海盗的骚操作，让世人再一次看清了西方人的强盗本性。荷兰人以为自己聪明，但这次只抢了一个空壳，获得的是什么呢？是世界人民的唾弃及白眼。今后投资欧洲及投资美国都得先掂量，这才叫偷鸡不着蚀把米呀！荷兰佬，你们亏大了。
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